曾漂流在无边海上，抬头看不见星星和月亮。没有人在乎我是谁，陷入漫长黑夜，一路跌撞。我曾爱过了无数风浪，倒影有你微笑的模样。当我们背靠着背聊梦想，所有遗憾都成了宝藏。所以无论多冷多暗多让人失望，再苦再难陷入了迷茫，你就是答案，我不灭的信仰。只愿朝着光，带你一起飞翔，让你听见云层跳动的心脏。我只愿朝着光，就算未来跌宕，我都会坚定地守护在你身旁，朝着光。在这儿。看看谁最有爆款相。可是何老师，你不是说联系陈新远吗？不是说希望吗？何老师，你太棒了！哟，你慢点儿。怎么了？陈新远的助理给我回邮件了，说陈老师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。哇，真的吗？明天下午在他下榻的山顶酒店，给我们1个小时的时间。可是刚才他亲口拒绝了我。也许他在拒绝你之后追悔莫及，于是赶紧的又让助理重新联系我们。何老师，你的魅力没法挡啊！叶子，赶紧剪个预告片。陈新远做客新城书屋，今天晚上8点上线。好，还有我们要整理一下陈新远的资料，不光是说他的作品，还有他的个人喜好。嗯，好的，好的。好，何老师，你吃饭了吗？还没呢，我给你拿一个。好。想报考设计专业，但因为色盲没有被录取。难怪。特别痛恨迟到，脾气很大，很乖僻。一般有才华的人啊，都有脾气。哎，唯一的爱好就是吃，算是个美食家哎。那挺好的。口味上有什么偏好吗？这个还没有查到。可以从他的小说找到端倪。我们先过一遍采访提纲吧。嗯，好。我是想呢，还是从他的获奖感言入手。你们觉得呢？我觉得行，可以找找看。何老师，预告片的数据创新高了。陈老师的影响力果然不一般啊！黄老师，我们这边差不多了。好，上车吧。何老师。我跟他助理约在了行政酒廊，我昨天提前去踩了点，跟酒店也说好了，这个角落可以作为采访区。灯光呢？啊，这是机位，这里还有这里可以加灯。挺好的。粉丝量突破50万了，预告片的流量过500万了。那今天的正片肯定爆。怎么了？前面好像出车祸，有人受伤了。下去看看。好。快，看看。叶子，快打120。好，我去拿警示牌。快，这边航母吗？过来，来2个人，把他给抬出来。喂，120吗？这还有小孩发生，我们这出车祸了，有人受伤了。胳膊，快！里面还有人。小朋友，小朋友听见了吗？你别着急，我们来救你了。哎，帮忙把小孩救出来。同志，小心小心，快，好，这边，快，把他抬过去，快点，快，慢点。还有助理，你去帮何老师。小心，还有助理，轻点。
轻点，轻点，小心点，还怎么样？哎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快！小兵，醒醒！哎，轻点，轻点，轻点，慢点放他，慢点放，轻轻的，轻轻的。哎，第二你打了没有？打了，在路上。快，给我快去，快去帮忙，快点把那个男人给拖出来，快！看一下。老师，车漏油了，漏油了！快，必须把人给抬出来！同志，同志，你醒醒，你别睡，同志。拉不动。安全带，安全带，保险带，你把安全带给按一下。同志，同志，你别睡，从里面掏他一下，快，快！小心，我在漏油。解开了。快，你来，快！哎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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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！哎，你。何老师，快回来！现在漏油要爆炸了！何老师，小心，小心！天哪！轻点，轻点，轻点，小心点！啊，车还有多久到？在路上了，马上给陈老师助理打电话，说我们晚点到。好。跟陈老师助理打过招呼了吧？我已经跟他说了，我们遇到了车祸。哎，陈老师，陈老师，陈老师，不好意思，陈老师，我们其实早就出来了，但是在路上遇到了车祸，就耽误了几分钟。你们迟到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真的不好意思。我从来不和不守时的媒体合作。不是，真的非常抱歉。我们当时车开到那儿，看到一起车祸，我们没有办法不停下来。陈老师，才晚3分钟。陈老师一直都是这样，说好的时间1分钟也不会多等的。可是我们是为了救人才耽误的。你们还真出车祸了？我们不是出车祸，我们是在路上看到车祸就停下来救人。麻烦你，能不能跟陈老师解释一下？可陈老师刚刚已经很不高兴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但是我们也是没有办法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关机了，实在抱歉啊，我尽力了。今天的节目怎么办啊？顺背播吧。可是昨天晚上就预告了，今天要上陈老师的专访。只能给观众道歉了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辰书屋，我是何欢。首先要非常抱歉，原定今天晚上上线的陈心妍老师的节目因故取消。那么在这里呢，要向所有的朋友们郑重的道歉。你看这些评论，太过分了。说你是诈骗犯没事儿吧？这事儿跟诈骗有什么关系啊？还有这个，说你想蹭陈老师热度，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吗？他们就胡说八道的，明明是陈心远自己的问题好吗？我真的看不下去了。这话说的太难听了，什么动不动就死不死的，我的天哪，这不就是诅咒吗？哎，气死我了！你干嘛呀？你别发那些东西了，没用的。我得骂回去。他们说了这么难听的话，我不得跟他们掰扯掰扯。你让他们骂吧，他们骂的越舒服，我心里才越舒服。你舒服吗？你舒服，你在这儿喝闷酒。你看，我们刚打开的时候40万粉丝，现在只有38万。星辰书屋的粉丝已经叉的掉，我能不喝闷酒吗？这掉的也太快了吧！哎呀，掉就掉了呗，掉了就再涨回来。过2天啊，
再重新做一档节目，他怎么掉的就让他怎么涨回来，好吗？过2天我就要把报表交给唐总了。你达到盈亏平衡点了吗？还差18万。本来想着呢，今天能够上程序员的节目，还能够再往上冲一冲。没了。星辰书屋的起点挺高的，势头也好，唐总不至于撤资吧？但是我没有达标也是不争的事实啊。如果他撤资了，对你会有什么影响吗？我也可以硬着头皮把星辰书屋做下去，但是我得先把钱还给他，因为我们在合同里写的非常的明白，我必须回购他手里的股份。你别发愁了，这件事情我去想办法解决。你别解决了，我告诉你，圆圆，从一开始你已经帮我太多了，这件事情你别插手了。我去想办法让他延期3个月。需要。哼，说曹操到，他肯定也是来找我兴师问罪的呀。我跟他说，你不要了。唐总您好，何老师啊，干得漂亮啊！您什么意思啊？他说什么？这恭喜你啊！当然也恭喜我自己啊！我这太有眼光了。你不喜欢？唐总，大家都是朋友，有什么话就直接说，不要阴阳怪气的，行吗？哎，圆圆，你也在啊？唐总，欢姐从星辰书屋的开始到现在，她付出的太多了。作为一个投资人，你可不可以体谅一下她？所以我这不才打电话来问候一下何老师吗？唐总，对不起，我让您失望了。不失望啊，不失望，一点都不失望，我太开心了。何老师，这样你们这个节目组哪天有空，我请大家吃饭，好不好？唐总，您是说要请吃饭？对，吃饭。想起来没有？哦，那我安排一下。好的，谢谢。那我等你电话啊。什么情况？他不像生气了呀？不是，他是不是喝多了？他知道他在打给谁吗？你好，您是何欢老师吧？我是。我能跟您合个影吗？何欢老师真棒，星辰书屋真棒。谢谢。何老师，我们也可以跟您合个影吗？谢谢。没事。你都这么红啊？不是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其实星辰书屋办的还是不错的，是吗？怎么看是呀？哎呦，这位是何老师吧？啊。哎，我是这个店的老板。哎，真不好意思，刚才啊还真没认出你来。哎，不过没关系，你们2个慢慢吃，今晚上我买单。不，这个账我还是我们来结。哎呀，何老师，你就不用再推辞了。你能光顾我这小店，真是我的荣幸啊。老板，您是也看过星辰书屋？什么书屋？星辰书屋。哦，没听说过。那您之前一定是看过读本好书。哎呀，我平常啊就打麻将，不怎么看书。那你怎么知道我的？哎，何老师，你还不知道啊？你看看手机，你上热搜了，现在全城都在找你呢。哎，你看看手机。好，你们慢慢吃着，一会儿我跟前台说一声，今晚不用买单了啊。谢谢。欢姐。叶子，何老师，100万！什么100万？我们的粉丝量突破100万了，而且还在涨。互动数据也创新高了。
粉丝涨到100万了。何老师，你快看微博，陈信远在微博上向我们喊话了。太好了！陈信远，看吧，陈信远发微博了吗？天哪！看陈信远发微博了。等我一下。何老师，我们爆了！他写什么？别慌张，等救护车，给陈老师打电话。好，快点的。好。欢姐，为你高兴。我已经都没酒了。不是这一天，这老天爷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来，这必须得喝拿点酒。以上就是关于我封笔的所有答复。非常感谢陈老师的分享。那么今天呢，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，也让我们感受到陈老师这种迥异于常人的个性。不管你是否喜欢陈老师的个性，都无法否认陈老师的才华。就像茨威格说的那样，他们宛若星辰，在人类的黑夜中散发着璀璨的光芒。好了，今天非常感谢陈老师的分享，也感谢所有的网友们、所有的观众，谢谢你们。我们今天的星辰书屋就到这里，明天见。这就结束了？是的呀，我还没聊够呢。陈老师，再不走就赶不上飞机了。非常感谢陈老师，谢谢您。这样吧，如果没聊够的话呢，下次我们单独再约。行，我下次再到江都，一定继续与你畅聊。就这么说定了。哎，对了，我有个问题啊，那天电梯突然停了，是你动了手脚吧？你看，我猜出来了。哎，陈老师啊，其实我也有个疑问。哦。当时在电梯的时候，你已经拒绝过我了，为什么后来又主动和我们联系，愿意上我们的节目呢？这都怪我这张嘴啊！此话怎讲？我这次来江都啊，除了参加讲座，也是为了你们这里一个网红厨师而来的。不会是蒋俊豪吧？就是他。当年，他凭借一道锦绣活鱼拿了亚洲厨艺大奖，对这道菜我是仰慕许久。这次一尝之后，味道果然惊艳。我求他再为我烹制一次，他说，只要我上你的节目，他愿意终生免费为我烹制这道菜。我这个人啊，只要为了吃的什么都可以，就答应他了。我还以为是我在电梯里那番话打动了你，没想到。你那些话都是套路，我见得多了。惭愧，我送你。哎，好。是不是你跟你大哥说，我要采访陈心远的？不是，是大哥自己问的。我猜就是。妈妈，我不能说吗？不是不能说啊，没什么不能说的。只是大哥那么忙，我们不要老去打扰人家。哎呀，我不是去打扰他们，我是去帮忙。大哥说他们那工作室没有我转不动。是吗？真的。哎，主要是他们那都老了，就我给他们带去活力的。我用处可大了。你怎么那么可爱？行了，早点睡觉去吧。啊，刷牙。拜拜。晚安。晚安。晚安。那
我再设一个小小的一个要求吧，好不好？只要这个星辰书屋这个号，如果关注度达到4000的话。白老师，昨天采访的费用已经发到您邮箱了。好，我看一下。数据里面显示呢，在2014年，欧凯歌管理的华商创新，虽然规模只有20亿，但是在当年，他却给券商贡献了6000万的佣金，而且是公募基金里面排名第一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单看肯定没问题，但是比较起来就有问题了。你看，跟他同期的颐和全兴，它的盘子总规模在343亿了，但是全年的佣金费用也不过是2337万。你这个数据真实吗？应该是海川基金的内部文件，是匿名的，而且邮箱也加密。我之前也收到过一个匿名邮件，他当时只给我发了一张照片，别的什么也没有。谁发的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是欧凯歌，但是这个信息发给我之后，就再也没有消息了。彩虹是什么意思？雨过天晴吗？不知道。你把照片发给我，干嘛？你不知道用手机或者是平板可以查到照片当时的拍摄地吗？就这样一张照片也可以吗？不行，因为他拍摄的时候关了定位。不过没关系，等我一下啊。哎，小杨，哎。我刚才发了一张照片给你，你能帮我查一下这个照片是哪儿吗？好，谢谢啊。我们网站地理板块的负责人，全国各大著名景点，在他们那都是有资料可以查的。我查过了，海川基金在2014年的报表里面，虽然只披露了华商创新它的资产净值下跌，但是具体数据却被隐藏了。所以佣金背后的问题也被隐藏了。哦，彩虹下面那个地方是彭东市东南山，这是哪儿？当地的一个著名景点。这是我同事在2019年在那边采访时拍的照片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个人你见过吗？没见过，谢谢。哎，老板，你见过这个人吗？没见过，谢谢。不用。你好，大爷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人你见过吗？不认得。没有。不认得，没见过，没见过。谢谢啊。你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见过这个人吗？不好意思，没见过。谢谢，没事。
你好，请问哪位是白老师？我是。哦，您好，我是海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办公室主任，我姓李。哦，李主任您好。我刚刚听前台说，你是想采访我们梁总是吧？对。那我能请问一下，采访的内容是什么吗？想了解一下海川基金这几年的发展，还有金融行业这几年的态势，包括市场的风险还有机会。哦，是这样，我们梁总呢这2天正在外地出差，那麻烦白老师留下您的联系方式，最重要的是这个采访大纲。等我们梁总回来以后，我马上通知您，好吧？没问题。小文，你跟李主任交换一下微信，顺便把采访提纲发给李主任看一下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不好意思问一下，洗手间在？哦，一直往里走。啊，谢谢啊。李主任，您看是我扫您还是您扫我？那你扫我吧。好。这个不是说好的例行检查吗？怎么这个也要查，那个也要查？到底什么意思？梁总您好，我是今日网的记者，我叫白杨，这是我的证件。关于2014年欧凯歌管理的华商创新基金，我有一些疑点，想请您解释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我在忙。哦，我只需要几分钟就好。我要去开会。那我等您。这怎么可以呢？那个开会这个时间没个准儿，没准到半夜呢。让你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进来，梁总，我已经让那个李主任，你通知一下那个开会时间推迟15分钟。好。您请坐。谢谢。有必要录音吗？正常流程。白记者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欧凯歌已经辞职了。另外呢，华商创新在4年前已经清仓了。这些我都知道，但是他的数据，在今天看来，我还是觉得有些蹊跷。有什么蹊跷？佣金和换手率。他在当年的佣金高达6000万，换手率更是达到了1379%。您觉得，对于一个20亿资金的盘子来讲，这样的数据，是不是有点过于惊人了？常言说呀，隔行如隔山。这些数据在外行人看起来大得不得了，但是内行人看起来，都在正常范围当中啊。华商创新在那一年里面累计买入金额超出技术基金净资产2%的股票有190只，卖出了188只，而在同年，基金规模大于它3倍的全安宏德才买入了26只，卖出了24只。您觉得这个数据正常？看起来啊，我真的可以普及一下我们行内的知识了啊。佣金的高低是跟基金经理的做事风格，还有基金产品的设计定位有关。理论上讲啊，追求成长型的基金产品，它一定会比追求价值投资的佣金要高。从这个角度上来看，您所讲的这些个数据，它再正常不过了。那有这么高的佣金，为什么没有带来更好的业绩呢？反而它在当年的报表上显示亏损33.4%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个事情是9年前的事情啊。不过我有印象，这笔基金呢，在当年啊
表现确实不好。对，操作异常，亏损巨大，而且在长达1年的时间里边，海川基金的风控部门没有给予有效措施。可是，基金的管理人欧凯歌，在第2年的时候就被提升成了公司的副总，管理更多的基金，赋予更多的权利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这个基金亏损了，基民的钱不见了，管理人被提升了，然后你们获得了巨大的利益。如果我是基民的话，我是不是可以有理由相信，海川基金跟券商之间有利益关联？白记者，这可不能乱讲啊，这个绝对没有。那9年前的这件事情，跟欧凯歌的突然辞职、销声匿迹有关联吗？对不起，大师太，不瞒您说，提起这个欧凯歌，我还憋着一肚子气呢。你等我一下。大记者啊，你真的太厉害了。没错，海川基金当年的操作呢，确实有问题，主要是这个基金经理呢没有经验，能力又差，最主要是心理素质是太差，不停的换仓，错失了很多的这个投资机会，不但推高了佣金，而且呢，最难受的是，这个让我们的客户损失巨大。后来，我们内部对这件事情进行了严肃、认真的调查，最后确定，基金经理跟券商之间没有任何的利益输送。这是当年的报告，您看一下。另外还有你对我们风控部门的批评，没错，确实，我们当时的风控部门呢，也还不太完善，没有对这种频繁换仓的这种行为呢，采取有效的措施，坚决的制止。后来，我们内部对风控部门进行了严厉的处罚，还责令他们整改。这是那个处罚和这个整改的报告，您看一下。欧凯歌呀，说是基金经理，但他只是挂名的。当时负责这笔基金的另有其人，是我们王经理。这个人就甭提，4年前就辞职了，引咎辞职。你看，这是他的辞职报告。这上面还提到这个华商创新呢。关于提拔这个欧凯歌是这样，他虽然在华商创新这边呢表现不是特别的理想，但是他自己主控的那个基金呢，表现非常非常的好。这个赏罚分明嘛，我这个人又爱财，提拔他上来还是我提议的。哎呀，我从副行长调到海川基金任总经理。没来多久，没干出什么成绩，就赶上这种事情，想想是真的丢人。不瞒您说呀，证监会也对我们进行了内部的惩罚。我们吸取教训，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另外呢，我也欢迎媒体对我们监督，这样是可以让我们成长。白记者，我给您提供的这些东西，你还满意吗？有没有什么是被我们遗漏了？不知道啊，我
回去再捋捋吧。你那边怎么样？我整个小镇都差不多找遍了，一点线索都没找到。那是不是路过呀？随便拍了一张啊，然后又去别的地儿了？也许。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看地图显示前面还有几家民宿，还有农家乐，我再去找找。要实在没有线索，那我就回来了。行，那回来再碰。行，你等我回来吧啊。你好，哎，我想找一下这外面这辆车的主人。好，你找老张啊，他回家去了。回家去了？哎，他什么时候回家的？回去有半个月了。那他车怎么在这呢？你说车呀，他欠我半年房费，实在凑不齐，就把车压我这儿了。你是他什么人呐？我是他老婆。他老婆呀？他在我这儿住了1年多，从来没有人来看过他，也没见他跟谁联络过。我还问过他，我说你家人呢？他说就他一个人，他没家人。他一个人在这儿吗？对啊，一直一个人。是他对吗？这是我们的合影。哎，是他。你还真是他老婆呀？能带我看看他的房间吗？能，你等一下啊。走吧。谢谢。就这些。哎，来吧。这些东西都是他的，啊，都是老张留下的。哎，最近没啥人，我也没怎么收拾。再说他走的时候说了，就不让我碰他的东西。他这1年都住在这儿吗？啊，1年都在这儿。我刚做完手术，1天也不能有什么大动作，所以多数时候都是躺着休息。我方便把这些东西都拿回去吗？那万一他要是回来找我事儿，我怎么给他交代呀？你就跟他说，他老婆帮他拿回家了。根据梁勇提供的证据呢，欧凯哥和华商创新是没有关系的。而且这件事情呢，
早就已经有结论了，相关的负责人和相关的部门也都受到了处罚。这就很完美的解答了我们之前的疑虑了。是，但是也让我产生了一个新的疑虑，我就有点想不通啊。给我发邮件的那个人，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去关注一个已经有了定论的案子呢？有没有可能这个人没事找事儿？其实我也在想，那个民宿老板说欧凯哥这一年一直都是一个人在东南山。那郑雪倩呢？郑雪倩为什么没跟他在一起呢？他一冲动跟欧凯哥过去了，到了那儿以后发现两个人不合适，他就又回来了，也不是没有可能，对吧？我和欧凯哥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是怎么样？我爸就没有几天了，等我把送走，我会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你。郑雪倩之前答应我跟我说，她会把所有的事实告诉我，但是后来她又说了反耳。哎呀，这种女人说话不算话，也很正常。你吃吧，我觉得谢谢。肯定还有一些什么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，应该没这么简单。那会是什么呢？你电话怎么不接呀？刘林度，我看到了。你们俩不是互有好感吗？我现在躲着他呢，我特别害怕自己恋爱脑又陷进去。哎，圆圆，你还记得之前麒麟集团送给欧凯哥那60万的事儿吗？我记得。我记得周佳琪说，他认识欧凯哥是因为一个私募基金的老板给他介绍的。你能帮我问问那个老板是谁吗？你让他还去联系周佳琪？对不起啊，不用问了，算了。没关系的，我就是不问周佳琪，我也依然可以查到。推开疲惫的乌云，倾落在这城市的谷底。有多少不期而遇会延续成记忆，或只是偶尔时光里过期。同行的路为什么迟疑？眼前的你像晴空，也像大雨。故事走走停停，结局还若现若隐，在误会中背离，又在梦里憧憬。如果爱也能有回应，把昨天的思绪褪去，是否就能让你也感同身受？